桥水基金的创始人断言，未来10年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很高。他发现了什么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介绍。近日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经计划窜访台湾的消息呢，引发了两岸的震动。这件事最终以6位美国议员窜访台湾而结束。佩洛西没有去，很多人感到不理解。美国在欧洲那边推动北约东扩，刚刚煽动起了一场战争，最近又迫不及待的在台海地区要想煽动另外一场军事危机，其目的何在？或许中国从来就不应该相信美国的鬼话，因为美国政府压根就没想过要放弃台湾这张牌。唯一要关注的是美国人会在什么时候玩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美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对中国实施战略打压呢？甚至可能不惜在台海地区推动一场军事冲突呢？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，美国大概会认为现在是打断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，等中国综合国力超过美国那就晚了，所以美国人现在表现得很着急。其实我们还可以用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。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奥在他刚刚出版的《原则：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》一书中，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预测。他给出的答案是，中美在未来10年里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很高，我们有必要好好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说的。达里奥做了50年的全球宏观投资，曾经成功的预测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。他说，人有生命周期，产品、企业、组织也有生命周期。现在世界正处于新旧周期的交替中，美国在衰退，中国在崛起。在中国和人民币兴起的大周期中，美国处于严重的焦虑之中。美国高层不会坐视中国的崛起，会通过贸易经济战、技术战、地缘政治战、资本战、军事战、文化战等方式来阻挠中国取代自己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。达里奥断言，中美脱钩是必然，而且呢，台海问题在未来10年引发为局部战争或小规模军事冲突的概率非常高。他给的解释是，如果美国放任中国统一台湾，就会被视为美国地位及其对其他国家影响力的巨大损失。他还引用了《注定一战》这本书中的一些研究，包括16个案例，里面有12个爆发了军事冲突。达里奥有一个监测中美冲突的宏观模型，中美冲突的规模比正常水平高出一个标准差，未来10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概率是35%左右。当然，用数据模型来预测大国关系并不一定很准，但是呢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现在进行的俄乌战事，美国并没有直接下场，而是通过军事援助的方式，在乌克兰打了一场西方的代理人战争，而俄罗斯的国力呢，正在被严重的消耗。那么达里奥为什么认定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大概率会亲自下场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手不同。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来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，在美国人眼里看来，俄罗斯根本没有资格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，而中国才是美国眼中未来可以替代自己全球地位的国家。美国可以接受在乌克兰的战略失败，但是无法接受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失败，因为这代表着败给了未来的竞争对手。这就是美国人的真实想法，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。那么中国如何面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和可能爆发的中美军事冲突呢？其实除了保持战略定力和加速发展，就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。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与美国展开军事、科技以及其他方面的竞争，通过军事力量的不断发展，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，让美国保持头脑冷静。而这点呢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中国军队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，它的速度将决定中美两国的国运。我们不但要做好与美国在长远的周期内竞争的准备，还要准备好随时应对台海危机，因为美国人可能真的等不及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